活生生被老鼠咬死是一种什么感觉？你知道世界上最残忍的刑罚有多恐怖吗？你见过不用刀不见血就能让人生不如死的酷刑吗？所谓酷刑，就是利用各种极端残忍的手段让人受尽折磨，从而达到目的的一种惩罚方式。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凌迟、车裂以及腰斩这些听上去就能让人头皮发麻的酷刑，但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比凌迟更为残忍的手段，其中一些由于过于惨无人道，所以到了现代社会遭到了禁用。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10种酷刑，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比死亡还要恐怖的刑罚。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传刑。这是古代波斯人在很久之前发明的一种处决方式，这种刑罚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残忍的酷刑之一。传刑的执行方式是将人脱光衣服，让人躺在一艘特制的木船上，然后利用另一艘结构完全吻合的船将其盖上，只让受刑者的头部以及四肢露在外面。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每天都会强行给受刑人喂食大量的牛奶和蜂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产生腹泻，然后将自己的排泄物排在身体所处的封闭空间里。每次喂食完蜂蜜和牛奶后，剩余的牛奶和蜂蜜的混合物就会被倒在受刑者的头部以及裸露的四肢上，因为甜味可以吸引来蜜蜂以及大量的苍蝇前来啃食。一切就绪后，再把船推到一个昆虫比较多的池塘里。过几天之后，随着受刑者的排泄物越来越多，船舱内就会滋生出很多昆虫，而这些昆虫就会逐渐的吃掉受刑者的皮肉，然后在船舱内继续繁殖。这个过程大约会持续10几天之后，受刑人才会死亡。整个过程，受刑人会时时刻刻的感觉到昆虫在叮咬自己的身体，却无法动弹，非常恐怖。第9个，项链。这是上世纪80年代由南非人发明的一种酷刑。这里所指的项链其实是一个橡胶轮胎，在80年代的南非地区，犯了错的人就会被捆绑起来，然后在身上套上这种被汽油浸泡过的轮胎，然后将其点燃，使受刑人活活烧死。整个过程可能要持续20分钟，受刑人才会死去。这种残忍的酷刑在南非主要针对于一些告密者和犯下严重罪行的人。除了南非，这种酷刑也被巴西的毒贩所使用。2002年，一位名叫蒂姆·洛佩斯的巴西记者在从事卧底调查的时候暴露，最终被毒贩砍下双腿和双手，然后套上这种汽油浸泡过的轮胎，给活活烧死，手段非常残忍。第8个，黄铜公牛。黄铜公牛也被称为西西里公牛，这是一个由纯铜打造的酷刑装置，它的内部是中空的，背部有一扇门，形状和大小都与真正的公牛差不多。在铜牛的头部还是有一套声学装置，在行刑时，刽子手会将犯人锁在铜牛的内部，然后在铜牛的肚子下生火，通过火焰不断加热铜牛，最终将里面的人活活烤死。而铜牛头部的声学装置，就是在火烤受刑者的时候，可以将受刑者的尖叫声通过这套声学装置转化为公牛的吼叫声。最初设计这种酷刑装置的人名为佩里劳斯，他在设计好这种残忍的装置之后，就兴高采烈地将其献给当地的名为法拉里斯的统治者。原本想在法拉里斯的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但没曾想这个法拉里斯的脾气相当暴躁，他不但没有对发明铜牛的人提出奖赏，反而命令他钻进铜牛的内部，然后当场点火将其烧死。发明铜牛的人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被铜牛杀死的人竟然是他自己。第7个，鼠刑。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处决方式，主要利用人天生对啮齿类动物的恐惧心理，使受刑者在恐惧和痛苦中缓慢地死去。遭受这种酷刑的人，首先会被绑在一块木板上，使其无法动弹，然后将一只饥饿的老鼠放在受刑者的腹部，利用铁桶或者碗状物将老鼠倒扣在受刑者的腹部，之后再利用火炭加热这个碗状物，使其温度升高。当碗内的老鼠感觉到高温后，就会拼命的想要逃生，而此时唯一的出口就是受刑者柔软的肚皮。在高温的催促下，饥饿的老鼠就会拼命的撕咬受刑者的肚皮，最后钻进受刑者的内脏进行啃食，而受刑者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老鼠一口一口咬掉自己的皮肉，钻进内脏直至死亡。遭到这种酷刑的人不但要忍受身体上的折磨，还要承受心理上的恐惧，非常可怕。第6个，笑刑。笑刑也叫养刑，这是一种不用刀不见血就能让人生不如死的酷刑。对比其他一些血腥的酷刑，笑刑听上去似乎并没有多可怕，但实际上它的痛苦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严刑拷打。顾名思义，笑刑的执行方式其实就是挠痒痒，但与普通挠痒痒不同的是，一个是自愿的，一个则是被迫的。在17世纪的欧洲地区，遭到笑刑处罚的人会被捆绑在一个平台上，然后脱掉他的鞋子，在脚心上涂抹上蜂蜜、白糖或者盐，
之后便会牵来一头山羊，让山羊舔食受刑者的脚心。之所以选用山羊，是因为山羊的舌头上长有倒刺，被它舔一下，脚心会奇痒无比。等到山羊舔完脚上的蜂蜜之后，执行者便会继续将食物涂满，让山羊反复不停地舔，直到受刑者因大笑窒息而亡。死亡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持续狂笑会使肺部的空气越来越少，从而失去呼吸能力，最后导致缺氧窒息而死。这种变相肉刑的残忍程度其实无异于严刑拷打，非常残忍。第5个，铁娘子。眼前的这个形似埃及木乃伊石棺的东西，就是欧洲中世纪时期最可怕的一种处决装置。这个东西名为铁娘子，也叫铁处女。这是一种人形铁框，整体就类似于一个柜子一样，打开之后内部装有锋利的铁钉，受刑人站在内部，然后关上门，就会被内部的铁钉贯穿身体。更可怕的是，这些铁钉的长度与位置都经过精心设计。当铁门关上之后，铁钉贯穿的位置并不是受刑者的要害部位，也就是说它并不会立即结束受刑者的性命。当铁钉刺入身体后，由于伤口被钉子堵着，所以受刑者的血液并不会立即涌出，这就会延缓受刑者的死亡时间，并且增加受刑人的痛苦程度。整个过程有时候需要几天才能使受刑者死去，非常残忍。第4个，犹大吊刑。眼前的这个金字塔形装置就是犹大吊刑的行刑工具。犹大吊刑也被称为犹大的摇篮，这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由欧洲人发明的一种酷刑工具。遭到这种酷刑的人，首先会被脱光衣服，赤裸身体，被捆绑吊在上方的绳索上，然后通过控制绳索的高度，将受刑人拉到高处，最后突然释放绳索，使受刑者的下体插在这个刑具的尖端，之后再互相拉扯周围的绳索，让受刑者坐在这个尖锐的刑具上来回摇动。每一次摇动，受刑者都会感受到下体被撕裂的疼痛感，有时候还会给受刑者的双腿绑上重物，使得痛苦加剧。这种酷刑往往会使受刑者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致死，期间反复的拉伸绳索会让人生不如死。更可怕的是，这种刑具几乎从不清洗，上面遗留下来的血迹和异物会使得受刑人的伤口加速感染，即便是侥幸没被摇晃致死，也会因感染而丧命，非常可怕。第3个，船底拖曳。船底拖曳也被称为拖龙骨，这是古代专门用于惩罚海盗和犯错水手的一种酷刑。所谓拖龙骨，就是将人捆绑在一条绳索上，从船的另一侧扔进海里，将人拖到船的龙骨处，也就是船底，然后再从船的另一侧将其拖出来。这样反复的拖拽就会使受刑人来回遭受龙骨的摩擦与溺水的窒息感。在来回拖拽的过程中，吸附在船底的藤壶会将受刑人的皮肉割伤，使他的皮肉产生非常严重的撕裂，从而导致严重的感染和割伤。外加上海水的侵蚀，则会让伤口痛上加痛。与此同时，受刑人还要承受淹死的风险与心理上的恐惧感。遭受到这种酷刑的人，生还的几率非常渺茫，因为即便受刑者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被淹死，也会因为伤口感染死亡，非常可怕。第2个，锯刑。顾名思义，所谓锯刑就是利用锯将人体一分为二。这种刑罚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和时代都有记录，但最常见于中世纪的欧洲地区。不同地区的执行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其中最残忍的一个就是古罗马帝国。据传他们会将受刑者倒挂起来，然后从两腿之间开始向下锯。这样做的后果非常可怕，因为倒挂着让受刑者的头部朝下，可以让血液更好的在脑部循环，这可以让受刑者的头部保持清醒，避免因失血过多而亡。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就是延长受刑者的痛苦时间。在锯的过程中，只要没有切到肚脐眼的位置，受刑者的意识都是非常清醒的，只有被锯到心脏或者肺部时，受刑者才会死亡。难以想象，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自己的身体锯开，究竟有多绝望。遭受到这种刑罚的人，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痛苦，其实更可怕的是心理的压力。要知道，整个执行过程，受害人能够亲身感觉到他的皮肤、肌肉、骨骼以及器官被一点一点的锯开，却无能为力，并且周围可能还会伴随着嘲笑以及咒骂的声音，相当绝望。第一个，血鹰。这是由北欧海盗维京人发明的一种报复性酷刑，它的残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凌迟。在于当时，这种刑罚只用于贵族与贵族之间的复仇。遭到血鹰酷刑的人，首先会被牢牢地捆绑起来，使其丧失反抗能力，然后再利用锋利的刀具在受刑者的背部画出一对展开的翅膀。接下来，行刑者便会利用刀子将受刑者的背部抛开，露出里面的脊椎和肋骨，然后利用斧头将脊椎上连接的肋骨砍断，徒手将肋骨从胸腔内扯出来，使其形成一对血淋淋的翅膀，然后再将受刑者的肺部从背部掏出来，放在扯出的肋骨上。这个时候，通常肺部还能保持呼吸。当受刑者呼吸时，被扯出来的肺部就会随着呼吸带动外翻的肋骨上下摆动，看上去就像翅膀在动一样。如果此时受刑人还没有断气，行刑者还会在他外翻的肋骨与肺部撒盐，以此去增加受刑者的痛苦，非常残忍。
难以想象，以上的这些极其惨无人道的酷刑，每一种都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纵观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除了人类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动物能想出这么残忍的方法去对付自己的同类了。那么这个世界上最毒、最可怕的动物，你知道是谁吗？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狗是什么吗？你见过咬合力比狮子还要高的狗吗？你知道吗？在世界上多达400多种不同品种的狗中，其中有一些猛犬的咬合力甚至都可以碾压一些野兽。众所周知，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犬类一直在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然而有种角色的犬种必须要具备强悍的战斗力以及强大的咬合力才可以胜任，那就是帮助人类狩猎野生动物的犬种。这些犬种的战斗力其实并不亚于一些野生动物，尤其是它们的咬合力更是大的可怕。我们大多数人心里对猛犬的定义无非就是体型和凶猛程度，然而绝大多数人都忽略掉了它们的咬合力。今天这期视频，黑土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10种猛犬，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野兽级猛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罗威纳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德国的一种中大型犬。罗威纳的肩高接近7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这种狗如果不经过适当的训练，它们其实是属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品种，尤其是对陌生人。你知道吗？罗威纳的咬合力高达290多斤，它们几乎是我们人类咬合力的2倍。这个家伙不仅咬合力强，而且攻击性也极强，撕扯起来非常凶猛。在很久之前，这个家伙曾与罗马军团一起在阿尔卑斯山上行军，主要工作就是保护人类，并且帮助驱赶牛群。在之后的第1和第2次世界大战中，罗威纳也在军队中担任着各种角色。当时的人们之所以会选择罗威纳进入军队，主要就是得益于这种犬自身携带的护卫才能以及高超的战斗力。这种狗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对主人绝对忠诚。它们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护卫犬，在某些时候，它们甚至可以保护主人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在中世纪时，一些有钱的富豪老板为了避免钱财被盗，便会直接将钱袋子挂在罗威纳的脖子上，以此来避免偷盗者行窃。好，第9个，阿根廷杜高。阿根廷杜高也叫阿根廷獒犬，这种狗最初是人类为了狩猎美洲狮以及野猪特意培育而成的猎犬。它们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就是追捕猎物。要知道，在以前，杜高犬经常面对的猎物可不是一些兔子或者小型猎物，它们帮助人类狩猎的可是凶猛的美洲狮以及攻击性极强的野猪。由此可见，杜高犬绝对算得上是一种相当凶猛且强悍的猛犬。这个家伙浑身充满肌肉，它们的咬合力高达450斤，这足以给一些较小的野生动物产生致命的咬伤。由于其强悍的咬合力以及攻击性，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杜高犬都被列为禁犬，禁止饲养。主要原因就是出于这种狗对人类的威胁。要知道，一个成年的杜高犬肩高可以达到68厘米，它们浑身充满肌肉，并且具备强悍的狩猎手段。一旦向人类发起攻击，大部分人是根本招架不住这种猛犬的，轻者被它咬伤，重者甚至有可能丧命。因此，人们只能将其列为禁养犬种。这家伙相当凶猛。好，第8个，加纳利犬。这种狗单从外表来看，就足以彰显出它的凶猛程度。没错，与它的外表一样，加纳利犬是一种相当凶猛的猛犬。多年来，这种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被评为伤人致死最多的犬种之一。这个家伙同杜高犬一样，也被列到了很多地方的禁养犬种名单中。加纳利犬是一种原产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一种中大型猛犬，它们的体型不算太大，肩高在65厘米左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这种狗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仍被当作斗犬参加各种竞技活动。要知道，任何一种斗犬都必须具备强大的咬合力以及强悍的战斗力，而加纳利犬曾经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它的综合实力自然不容小视。这家伙的咬合力可达480多斤，这种体型和力量对于人类的儿童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的性格，他们的兴奋度很高，特别容易激动，脾气比较暴躁。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他们，一定要与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遭到攻击。好，第7个，英国獒犬。这是一种体型非常大的犬种，英国獒的肩高可达75厘米，体重最重可达250斤，甚至更多。这个家伙体型庞大，头骨宽阔，外表看上去相当凶猛。这种狗在公元前55年曾被罗马军队用在战场上作战，后来到了17世纪，这种狗则被用作狩猎熊、狼以及斗犬。从英国獒犬的历史演变中不难看出，它们一直在充当着一种好勇斗狠的凶猛角色。英国獒的咬合力接近500斤，非常强悍。
即便忽略掉它的咬合力，这个家伙高达200多斤的体重向我们扑过来，大多数人也会很吃力。因此，如果英国獒想要攻击或者杀死一个成年人，他们是完全有这个实力的。不过，这种大型犬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主动袭击人类。它们虽然看上去比较凶悍可怕，但实际上这个大家伙的性格还是比较温和的。不过这仅限于他们的主人和家人，如果换成陌生人的话就不一定了。好，第6个，藏獒。你能想象一下，如果被真正纯种的藏獒咬上一口会是什么感觉吗？你知道吗？真正生活在西藏的纯种藏獒，咬合力最高可达500斤。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如果发起疯来，可以直接将一个成年壮汉咬死。要知道，真正的纯种藏獒体型是非常大的，它们的肩高最高可达80厘米以上，相当威猛。这个家伙在很久之前是被当地人用来防止雪豹和狼的。至于它们究竟能不能杀死狼，答案是有可能的。不过前提是要取决于在什么情况下。如果藏獒从小就跟随主人在野外活动，从事过狩猎或者捕猎的本领，那么它是有可能杀死狼的。反之，如果是经常圈养在家里的情况下，就不一定了。因为狼这种动物天生就是掠食者，它们经常会为了生存而杀戮，天生就是为狩猎和战斗而生的。而藏獒即便拥有再强的咬合力以及体型，它们毕竟是被人类驯养的。真要想跟狼硬碰硬，胜算其实并不算太大。不过藏獒仍有机会战胜狼，因为这个家伙除了体型与咬合力，它们还是一种性格相当凶猛的猛犬。粗俗点说，就是这个家伙胆子大，性格刚毅，力大勇猛，并且野性尚存。如果是一些体型较小的郊狼或者草原狼，藏獒是完全有能力将其干掉的。当然，如果换成北美灰狼的话，那就够呛了。好，第5个，土佐犬。这是一种相当凶狠的斗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它被誉为东方第一斗犬。土佐犬是日本的打斗犬种，这种狗肌肉发达，身体粗壮，它们的体型差异很大。在日本饲养的土佐犬往往体型都偏小，然而非日本的饲养员饲养的土佐犬体型则会偏大。这种狗的肩高最高可达80厘米，体重可达130斤以上。这种狗是一种极少数不爱吼叫的狗，它们通常都很安静，即便打算发起攻击，一般也不会吼叫。这也是土佐犬最可怕的一点，它们会毫无征兆地向对方发起袭击，让对方毫无防备的就受到重创。由于这种狗特殊的性情，在日本他们还把土佐犬的这种性格列为精神的象征。对了，还有就是作为斗犬，这种狗的下颚力量很大，颚部肌肉发达，十分有力，它们的咬合力高达500斤，它的凶猛程度更是毋庸置疑。在很久以前，土佐犬甚至出现过咬死自己主人的事件发生，一般很少有普通人选择饲养这种狗。在日本，一般饲养这种狗的人多数都是日本的黑社会成员或者商业大亨。好，第4个，波尔多獒犬。这是一种原产于法国的一种獒犬，这种狗非常强壮，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部很大，它们的头可能是所有犬类中最大的。这个家伙的肩高可达69厘米，体重可达120斤以上。在之前，它们也是被用来帮助人们狩猎野猪和狼的。巨大的头部是波尔多獒犬最明显的特征，这个大头赋予了它们高达504斤的咬合力。它们的性情与大多数的獒犬一样，凶猛且非常固执。如果从小不加以训练，长大以后它们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恶犬。还有就是这个家伙是一种比较懒惰的品种，典型的特征就是不爱运动，睡觉打呼噜，并且还会流口水，每天的状态会很悠闲，并不像其他品种的狗一样喜欢追逐打闹，活蹦乱跳。再有就是这个家伙的寿命，它是大多数犬类中寿命较短的一类，波尔多獒犬的平均寿命通常也就在5到6年，非常短暂。好，第3个，意大利卡斯罗，它被誉为世界上狗咬伤最严重的品种之一。卡斯罗的咬合力高达630斤，这意味着它们几乎比一般的狮子的咬合力还要高。这种狗绝对不亚于一些野兽级别的动物。卡斯罗性情勇猛，并且韧性十足，它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往往都是相当可怕的。这家伙一旦开打就是血战到底，直到彻底战胜对方或者被对方攻击致死才肯罢休，也就是不死不休，非常可怕。不过它们通常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向人类发起攻击，这种狗对主人非常忠诚，只有在卡斯罗察觉到它的主人受到威胁时，它们才会毫不犹豫的向威胁到它主人的人发起攻击。这种狗的肩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要知道，这个家伙在很久以前都是被人们用来狩猎大型猎物的，所以它的战斗力毋庸置疑，那家伙绝对相当强悍。如果遇到身边有卡斯罗的人，一定要与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去尝试挑衅它的主人，因为一旦遭到卡斯罗的袭击，它那高达630斤的咬合力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伤害，相当可怕。好，第2个，班道格犬，它与土佐犬一样，是一种不喜欢吼叫的犬种。这个家伙天生携带斗性，因为它是1960年美国人用一半比特犬和一半纽布里顿犬的血统创造而成的。
这两种狗的性情一个比一个凶猛，所以导致班道哥犬自然也不是一个善类。这个家伙从来不会通过吼叫去震慑敌人，他们通常都是毫无征兆的发起攻击，一口咬上去，咬合力最高可达660斤，非常强悍。养这种狗的人必须要拥有极强的震慑力以及强壮的身体，要让这种狗感觉到主人比自己凶猛得多，必须要有一个极具威慑力的主人来掌控它们，因为这个家伙经常会毫无征兆地袭击其他的犬类，如果主人的身体瘦小，是根本控制不住这个大家伙的。要知道，班道哥的肩高可达73厘米，体重接近100斤，它们浑身肌肉发达，四肢粗壮有力，一旦发起疯来，体型瘦小的主人是根本拉扯不住这种猛犬的。好，第一个坎高犬。没错，坎高犬是所有犬类中咬合力最强的犬种，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最巨大的犬种之一。坎高犬原产于土耳其，这种狗是土耳其的国宝级动物，在当地它们的地位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属于1级保护动物。这种狗是世界上出了名的猛犬，纯种的坎高犬身材高大，性格凶猛，看上去相当威猛霸气。它们的肩高可达90厘米以上，体重可达150斤。这个大家伙在当地通常被用于抵御狼和熊，主要被用来保护当地牲畜的安全。对了，还有就是不要搞混了，坎高犬保护牲畜与其他一些牧羊犬的性质可大不相同。确切点说，坎高犬是在保护牲畜不受野生动物的侵害，也就是牲畜的守护者。他们的任务并不是看护牲畜，而是保护牲畜。坎高犬的身上天生就携带着一种强悍的震慑力，它们有不战而退敌之功。一些小偷或者入侵者见到坎高，一般都会望风而逃。在当地，谁的家里如果有一只坎高，那基本上不用担心会丢东西。这个大家伙绝对算得上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护卫犬。对了，还有就是坎高的咬合力，它拥有所有犬种中最强大的咬合力，它们一口下去的压力最高可达674斤，整整比狮子还要多出50多斤。这代表它们可以一口就能咬断我们手上的骨头，相当强悍。不过坎高犬通常并不会随便攻击人类，它们的主要袭击对象都是一些对牲畜构成威胁的掠食性动物，比如豺狼或者一些体型较小的豹子等等，对人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的动物是什么吗？你以为恐龙真的全部灭绝了吗？你知道吗？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地球上曾经发生过5次生物大灭绝的事件，其中恐龙就是在地球的第5次白垩纪生物大灭绝中消失的。每一次生物大灭绝都会导致地球上约 80% 的物种永远消失。然而我们人类出现后，只能通过一些化石去了解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些远古生物。然而让人震惊的是，在科学家对古生物化石的研究中，竟然意外发现其中一些几亿年前的动物直到今天为止可能仍生活在地球上，只不过数量稀少，一直没有被人类发现。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至今仍然生活在地球上的10种远古生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古老的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喙头蜥。喙头蜥也叫大蜥蜴，这是一种生活在新西兰小岛上的一种特有的爬行动物。虽然它们的外形与蜥蜴类动物非常相似，但它们实际上并不属于蜥蜴类，而是独立的一个物种。喙头蜥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 2.5 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在这个时期，地球上的大陆还没有被分开，陆地板块都连接在一起。现代人类称当时的大陆为盘古大陆。曾经的地球霸主恐龙就是在三叠纪时期出现的，也就是说，喙头蜥出现的时间可能比恐龙还要早。这种动物很有可能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多达2亿多年，直至今日，它们仍存在于地球上。现如今，它们仅生活在新西兰的一些小岛上，它们的体型要比普通的蜥蜴类动物要大。喙头蜥的最大体长可达80厘米，体重大约仅为2斤左右。它们喜欢活动在一些洞穴中，主要以一些昆虫和一些软体动物为食。这种蜥蜴的体温可能是所有爬行动物中最低的，它们一天的体温都在5到11度之间，而大多数爬行动物的体温都在20度左右。过低的体温导致喙头蜥的新陈代谢减慢，也正是因此才会使得它们的寿命长达100多年。好，第9个，鳄鱼。鳄鱼想必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它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鳄鱼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远古生物，它们的祖先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距今它们可能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约2亿多年，而且它们的外观至今为止与远古时期的鳄鱼除了体型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比如生活在白垩纪晚期的恐鳄，
这种鳄鱼的体长可达10米以上，体重估计可能超过了8吨以上。这种大型鳄鱼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并且它们还会以一些小型恐龙为食。人们根据化石发现，远古时期的鳄鱼与现代的鳄鱼从外观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差距。除了恐鳄，还有一种生活在白垩纪早期的一种名为帝鳄的大型鳄鱼。这种鳄鱼生活在距今约 1.1 亿年前，它的化石发现于撒哈拉沙漠。在 1.1 亿年前，撒哈拉沙漠其实并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在当时，这里可能还是一个热带平原，上面散布着湖泊、河流以及各种植物，是一个非常适宜动物生存的地方，而帝鳄可能就生存在这里。第8个，宙鳃鲨，这是一种分布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一种深海鲨鱼，它们通常都生活在靠近海底水深500到1500米的区域。这种鲨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3亿年前的石炭纪时期。在这个时期，地球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森林，当时的气候温暖潮湿，使得地球上的植物得到了大规模的生长。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地下煤炭，很多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植物所形成的。也正是因此，人类才将这一时期称为石炭纪。而宙鳃鲨的祖先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的。通过动物学家对宙鳃鲨的研究发现，它们的身体内具有很多原始的解剖学特征。这种鲨鱼的体长可达 1.9 米，由于其多数都活动在较深的水域，比较少见，因此想要深入观察的难度相对较大。所以至今为止，人类并没有完全了解宙鳃鲨的所有信息，多数人只知道这种鲨鱼长相怪异，并且极其罕见。第7个，三眼恐龙虾，这是一种生存能力极强的物种。三眼恐龙虾也叫蝌蚪虾，这是一种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一种后虫，在我们国家的黑龙江以及南方的一些水稻田中都有分布。这个家伙最早出现在距今3亿年前的石炭纪时期，跟远古时期的三叶虫有一定的联系。之所以说它们生存能力极强，是因为这个家伙从石炭纪出现至今，它们经历了地球上的3次物种大灭绝。要知道，在地球上曾经发生的每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都会导致全世界大约 80% 的物种灭绝死亡。而三眼恐龙虾这个物种竟然连着3次都没有被灭绝，并且完好的延续至今。它们的种群还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生存能力极强。这种三眼恐龙虾的体长最长可达10厘米。之所以被称为三眼恐龙虾，是因为这个家伙长有3只眼睛，并且它们经过了恐龙时期并没有绝迹，因此才被称为三眼恐龙虾。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家伙至今为止，它们的外观完全没有进化。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三眼恐龙虾与生活在距今约 2.5 亿年前三叠纪时期的三眼恐龙虾的外观是一样的。更相关的是，这个家伙的寿命虽然仅有90天左右，但是它们的治愈期至少可达25年。也就是说，它们产下的卵只要保持在干旱的环境下，等到25年后再将它们的卵丢到水里，它照样可以正常孵化，非常强悍。第6个，七塞鳗。七塞鳗也叫七星子，它比恐龙更早出现在地球上。距今，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约 3.4 亿年的时间，并且外形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人类已知的七塞鳗的种类大约有30多种，其中有一些七塞鳗主要以浮游生物或者泥土中的有机物为生，而另一种则是靠寄生，利用嘴巴吸附到其他动物的身上，吸食血肉为生。特别是吸食血肉的七塞鳗，它们的嘴巴非常恐怖。这种七塞鳗的嘴巴呈圆筒形，并没有上下颚，看上去整个口腔与人类的眼睛非常像。在这个圆筒状的嘴巴里布满了锋利的牙齿，它们就是利用这些牙齿牢牢地吸附到其他动物的身上去吸食血液。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喉咙里还长有一种腺体，可以向外分泌抗凝血剂，以此来防止猎物的血液凝固。一旦被这个家伙咬上，大多数动物都很难甩得掉它们，因为七塞鳗会利用满嘴的牙齿牢牢地扎进猎物的肉里，任凭猎物剧烈摆动，也不会轻易将其甩掉。只有当七塞鳗在宿主身上停留几个小时之后才会离开，非常可怕。好，第5个，大鲵。大鲵就是我们俗称的娃娃鱼，你知道吗？娃娃鱼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远古生物，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3.6 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期。这个家伙很有可能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两栖动物之一。成年娃娃鱼的体长最长可达2米以上，它们一般都栖息在一些海拔100米以下的溪河、深潭内的岩洞以及石头洞穴之中，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不过数量非常稀少。娃娃鱼虽然看上去并不可怕，但实际上它们非常凶猛。要知道，野生的娃娃鱼在它们的栖息地内属于顶级掠食者，它们的牙齿虽然不大，但是非常尖锐且密集。娃娃鱼的咬肌非常发达，猎物一旦被它们咬住，通常都很难逃脱。它们进食的时候嚼都不嚼，就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再有就是这个家伙即便是1年以上不进食，仍可以存活，生存能力极强。好，第4个，枪鲫鱼。这种鱼可能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4亿多年。最早的枪鲫鱼化石是在19世纪被人类发现的，当时科学家认为这种鱼在白垩纪末期就已经灭绝了，但是直到1938年，人们又在非洲南部近岸重新发现了这种鱼，才得知它们仍存活于地球上。枪鲫鱼分布于印度洋的深海中，这种鱼的体长可达2米，体重可达180斤，
它们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雄性的枪鲫鱼通常到了60多岁才会达到性成熟，雌性枪鲫鱼一次怀孕可持续至少5年的时间，并且它们的寿命可能接近1个世纪。在很多人看来，这种鱼无疑是一种非常稀有的物种，但让人意外的是，在枪鲫鱼活动的区域，当地的渔民曾一直将这种鱼晒干食用，直到科学家发现并对其进行鉴定之后，这种远古鱼才被保护起来。好，第3个，马蹄蟹。马蹄蟹也叫后，这种动物的祖先出现在距今约4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期，当时的地球上还没有出现恐龙，原始鱼类也刚刚问世。然而这种马蹄蟹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至今为止它们的外观仍保留着原始时期的相貌。现存的马蹄蟹多数都分布于亚洲沿海和北美沿海地区，在我们国家的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海域也有分布。这个家伙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它们的存活时间，而是它们的血液。马蹄蟹的血液中含有铜离子，在它们的血液中含有浓度约为每升50克的含铜蛋白质的血蓝蛋白，因此马蹄蟹的血液是蓝色的。它们的食物主要以一些小型甲壳类动物以及小型软体类动物为主，有时候也会选择吃一些有机的碎屑。对了，再有就是这个家伙还是一种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物种。成年的马蹄蟹通常都是一雌一雄成对活动，雄性马蹄蟹一般都会趴在雌性马蹄蟹的背上寸步不离，而雌性马蹄蟹则会经常背着雄性四处活动。人们通常发现它们的时候，一般都是2只在一起。据说如果人们将其中的一只雌性捉走，那么它的伴侣则会留在原地等待。如果雌性马蹄蟹不出现，雄性马蹄蟹就不会离开，相当痴情。好，第2个，鹦鹉螺。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个小家伙的直系祖先曾经是当时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它们最早出现于距今约 4.5 亿年前的奥陶纪时期，在这个时期，海洋曾被一种名为直鞘鹦鹉螺的物种所统治。这种鹦鹉螺的体型巨大，体长可达10米，它们游泳迅速，长有非常灵敏的触手。当时海洋里的大部分动物只要被这种直鞘鹦鹉螺盯上，基本上是必死无疑。直到邓氏鱼的出现，这种巨型鹦鹉螺才彻底失去海洋霸主的地位。后经过数亿年的演变，它们逐渐演化成如今的卷鞘鹦鹉螺。这种鹦鹉螺的体长最大可达26厘米，不过通常都不会超过20厘米。对比它们的祖先，属实显得有些渺小。不过别看它们的体型不大，对于一些小型鱼类来说，这种鹦鹉螺仍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猎手。因为鹦鹉螺是一种肉食性动物，主要食物都是以小鱼、软体动物以及一些底栖的一些甲壳类动物为食。它们主要都分布于西南太平洋的热带海域。对于一些小型鱼类来说，鹦鹉螺仍然非常危险。好，第1个，水母。水母这种生物其实早在距今约 6.5 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在全世界，单是水母的种类就超过了250多种。它们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海域。这种动物看上去好像人畜无害，但实际上它们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物。大多数的水母都是肉食性的，它们主要以浮游生物以及小型的甲壳类动物和小鱼为食。在一些个别的水母身上还携带有毒性极强的毒刺。这个物种虽然看上去不可怕，但实际上非常凶猛。水母通常一旦遇到猎物，从不轻易放过。只要是它们有能力猎杀的猎物，水母往往都会对其进行猎杀。在马来西亚至澳大利亚一带的海面上，就生活了一种名为香形水母的水母。这种水母的毒性是世界上所有剧毒动物中最强的。香水母的触手上到处都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毒刺。一旦被它刺到，如果没有在4分钟内得到救治，几乎是必死无疑，非常可怕。所以说在海滩上遇到这种水母，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一个不小心被它刺到，就极有可能丧命。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